你可能不知道，在全球 PC 个人电脑市场，有一个长期稳居前5的低调巨人，他不靠花俏广告，不追求炫技，却靠着扎扎实实的技术与国际化布局，一路从一间小办公室变成横跨全球的电脑王国。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Acer 的逆袭故事。故事要从1976年说起，那一年是阵容工程师带着在美国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 学到的最新技术和国际视野辞职回到台湾。他当时抱有一个更大的愿景，华人要为世界装上电脑的脑袋，带着5个伙伴在新竹成立了一家只有30万台币资本的小公司，名字叫做红旗 Acer， 当时还叫 Multitech。 这个团队一开始只做很基础的电子零件组装代工和分销。红旗的起点真的比你想象的还要简陋，那间在新竹创立的小公司最初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他们是在一间租来的公寓里开始工作的，桌椅都是拼凑的。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施正荣给团队定下了极高的目标，要做台湾自己的品牌，不只是代工。他们不仅做电子零件，还常常在晚上为客户上课，教他们如何组装和使用微电脑。这种技术传授与服务才是他们早期建立行业声誉的关键，也为后来的小教授1号大受欢迎奠定了基础。但别看他们起点小，他们做的是未来。1981年 IBM 推出第一台个人电脑，引爆了 PC 浪潮。施正荣立刻看准机会，开始发展自己的 PC 产品，并在台湾推出第一台自主研发的中文电脑 Microprofessor， 大受欢迎。 Microprofessor One 小教授1号不仅是台电脑，它是一个微处理器训练套件，对台湾电子产业的人才培养影响巨大。它证明了红旗有能力自主研发，为后续的 PC 之路奠定了技术和人才基础，而这一步也成了红旗崛起的起点。到了1987年 Multitech 正式改名为 Acer， 象征着它要从台湾出发走向全球市场，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你要知道，在1980年代，台湾多数科技公司还在埋头做代工，根本没人敢想要做国际品牌，但 Acer 是少数率先跨出去的一家，甚至在那个年代 Acer 就已经在欧洲、美国设立据点，并尝试用当地语言做广告，打进教育与政府单位。可以说它是台湾最早一批国际化的科技品牌先锋。这时候的 Acer 还只是个亚洲有点小名气的电脑公司，但施正荣有一个大胆的目标，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用得起电脑。他说，我们不只是卖硬件，我们要改变的是人类跟科技的关系。后来他还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叫做微笑曲线，把一条产品价值链画出来，发现两端研发和品牌的附加价值最高，而中间的制造利润最低。他鼓励台湾企业别只做中间的代工，要向两端靠拢。这条微笑曲线后来成为整个台湾科技产业转型的指导方针，被写进教科书。施正荣提出微笑曲线听起来很美好，但从制造转向研发和品牌，这条路却走得异常艰难。当时很多台湾代工厂都对这个理论持观望甚至反对态度，因为代工是现金流，是安稳的利润，而做品牌简直就是把钱丢进水里。 Acer 在努力转向品牌时，曾遭遇国际通路的抵制、广告预算的烧钱，甚至产品的质量管控也一度出现危机，导致库存堆积。施正荣用品牌是需要长期耕耘的土地来鼓励员工，靠着一股不甘心只做影子的意志力，才挺过了那段转型初期的阵痛期。很快 Acer 就展开了2大战略。第一，全球在地化布局，别人做出口，他做在地生产。Acer 跑到美国、欧洲、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尼、捷克，在全世界各地设立生产基地和据点，做到哪里买哪里做。第二，垂直整合加品牌策略，当其他台湾厂商都在做代工时， Acer 却反其道而行，他坚持要做自己的品牌，要在全世界打出 Acer 的名字。这在当时的台湾是一种逆风而行的做法。靠着这个信念， Acer 在90年代展开了全球扩张。在1990年代，红旗的国际化战略有一个非常大胆且激进的名字，叫做21×21，意思是在21世纪来临之前，红旗要在全球建立21个分公司或工厂，这是一个近乎疯狂的扩张速度。为了实现全球在地化的承诺，
红旗大胆地将品牌营销、生产、制造和销售权利都下放给各地的子公司，让他们能够快速适应当地文化和市场需求。这种授权打仗的模式，让红旗像野火燎原般在全球快速扩张，甚至比许多欧美本土品牌更懂得接地气。这也解释了它为何能迅速冲进全球前10大。1995年，红旗在全球雇佣了超过3万名员工，营收突破30亿美元，成为全球10大电脑品牌之一。但更猛的是，他们还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收购了美国科技巨头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 TI 的笔电或 PC 事业部。这是台湾第一次有品牌敢吞下一个欧美巨头，施正荣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科技教父。不过扩张带来的不只是荣耀，还有挑战。90年代末 Acer 因为业务太多太杂，代工品牌通路混在一起，公司组织非常庞大，效率反而越来越低。面对这个问题，施正荣又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他亲手把自己的公司分家。没错，在外界一片哗然声中，他将 Acer 一拆三，品牌业务保留红旗 Acer 本体，代工制造业务成立伟创资通 Wistron， 研发服务则转交给红旗智通。这不是简单的业务拆分，而是史无前例的品牌与代工彻底切割。施正荣要解决的是台湾科技业的左右手互搏难题，你既做自己的品牌与国际巨头竞争，又替对手代工帮他们赚钱。他深知代工客户比如戴尔、惠普一定会担心商业机密泄露，这个结构叫做泛红旗集团。这个大胆的分家，为后来台湾科技业品牌与代工的分流树立了一个典范。而这次拆分不只是让 Acer 轻装上阵，也让被拆出来的子公司大放异彩，像是伟创资通，后来就变成了全球最重要的笔电代工厂之一，为 Apple 代工 MacBook， 也帮 DL、HP 等大客户出货，是世界级的幕后巨头。而红旗、智通、建奇等子公司也都在教育嵌入式系统、智能显示领域稳扎稳打，结果如何？非常成功。伟创后来变成了全球前3大笔电代工厂，接单 Apple、Dell、HP， 而 Acer 则轻装上阵，专心冲刺品牌。2000年之后， Acer 迎来第2次大爆发，他开始疯狂的并购。2007年收购美国 Gateway 和 Packard Bell， 2010年一度打进全球第2大 PC 品牌，只落后于 HP。不过别忘了还有一个品类，意外成了 Acer 的隐藏冠军 Chromebook。尤其是在欧美学校大力推动教育用笔电的时期， Acer 靠着价格实惠、耐用又易管理的 Chromebook 拿下了美国教育市场的大片江山，一度是全球 Chromebook 市占率第一。 Acer 这时候真的称得上是全球最强品牌之一，你能想象吗？一个来自台湾、办公室最早开在出租公寓的品牌，能在短短30年内从本地小厂变成全球第2大笔记本电脑品牌。不过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就在大家以为 Acer 已经稳坐王座时，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的崛起彻底打乱了整个 PC 市场。2010年之后，整个市场风向突然改变了，智能手机崛起，平板电脑疯狂抢势，大家开始把工作搬到手机上，把娱乐搬到 iPad 里。更致命的是，红旗曾靠着 Netbook 上网本取得巨大份额，而平板电脑的出现直接终结了这个市场，这对红旗的打击尤其沉重。Acer 突然发现自己精心打造的产品越来越不酷了。2011年，他们甚至出现了创纪录的季度亏损，一时间媒体分析师、投资人都开始唱衰这个曾经的台湾之光。但就在外界都以为 Acer 要走向衰退时，他们却选择了主动转型。怎么转？简单来说，他们做了3件事。第一，放弃数量，追求价值。于是他们不再疯狂抢市占率，而是重新思考品牌定位、用户需求，开始追求少而精的产品策略。第二，进军电竞市场，打出 Predator 掠夺者品牌。你可能想不到， Acer 是最早投资电竞硬件的传统 PC 品牌之一，他们看准年轻人对游戏的热情，直接推出高性能的电竞笔电主机与周边设备，打造了名为 Predator 掠夺者的独立子品牌。除了高端的 Predator 系列，他们也推出了价格更亲民的 Nitro 系列，针对学生入门玩家，让电竞不再是奢侈的梦想。这个双品牌策略让 Acer 电竞布局上下通吃， Predator 负责树立品牌高度， Nitro 负责冲销量。
这个系列外形酷炫，效能强悍，还找来职业电竞战队代言，很快就打开了年轻市场。尤其是那款 Predator Helios 笔电，几乎成了许多电竞新手的入门梦想机。更夸张的是，他们还做出全球首台背包电脑 VR 系统，可以让你一边走动一边玩虚拟现实游戏。虽然很重，虽然很贵，但够炫。Acer 用电竞这个新战场，重新找回了话题和存在感。第三，跨入 AI 环保与智慧城市领域，转型为生活科技品牌。除了电竞， Acer 也意识到未来不能只靠笔电，他们开始往 AI、云端数据中心、绿色能源这些新领域发展。比如他们推出的 Vero 环保笔电系列，用的是回收塑料环保包装，还支持可持续维修，目标是让科技变得更绿色。而你以为这只是环保口号吗？其实不然， Vero 系列的机身真的用上了 30% 再生塑料，而且为了减少碳足迹，他们还设计出一个螺丝完全可见、自己动手拆的维修逻辑，连包装盒都能变成笔电支架使用，真的是把环保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他们还设立了 Altos 子公司，专门开发 AI 服务器与边缘运算设备服务企业客户。Altos 不仅提供高效能 AI 服务器，也逐渐进入医疗影像、金融数据处理等专业领域。他们的 GPU 服务器甚至获得 NVIDIA 认证，是少数能承接 AI 训练专案的亚洲厂商之一。虽然不像主流笔电那样出现在你桌上，但它可能正在后端处理你用的 AI 模型，甚至连智慧城市系统、空气净化教学用电脑，他们也都有布局。你会发现 Acer 不再只是一家卖笔电的公司，而是一家试图用科技改善生活的品牌。甚至你想不到，他们还把科技带进了医院，成立了红旗之一，开发 AI 诊断系统、远距照护平台，甚至连牙科数位化设备都有涉猎。这证明 Acer 正在从科技制造商进化成生活科技平台。红旗的跨界转型之所以能站得住脚，除了品牌意愿，还得益于它深厚的硬件设计和制造基因。例如他们的 Altos AI 服务器能够获得 NVIDIA 等全球巨头的认证，绝非偶然。这背后是 Acer 长期在散热技术、主板设计和系统整合上的积累。要知道，设计高性能电竞笔电和设计高效能 AI 服务器，都需要顶尖的散热能力来控制热量。Acer 将这种为极限效能而生的技术，从电竞系列 Predator 延伸到专业服务器 Altos， 这是许多新兴品牌无法模仿的硬实力。这种技术内核的跨界复用，才是它转型为生活科技平台的真正底气。这也就是他们现在讲的口号 Breaking barriers between people and technology， 翻译过来就是打破人类与科技之间的隔阂。从这句口号你就看得出来，他们的目标已经不再只是卖出一台电脑，而是要成为你生活中各种科技需求的解决方案。而且 Acer 的台湾制造背景，也让它在国际市场拥有一定的信任感。它不像某些品牌充满争议，也不像某些品牌贵得离谱，它一直以来的形象就是朴实稳定、可靠、性价比高。你可能不会因为 Acer 尖叫，但你总会在关键时刻发现它其实很懂你。那么他们转型有没有成功呢？虽然 Acer 没能重新回到全球第二，但他们做到了，连续多年保持全球前5大 PC 品牌，电竞产品成为 Predator Nitro 系列双线并进，稳占电竞市场一席之地。 ESG 永续评分领先其他亚洲品牌，绿色笔电变成特色产品，旗下子公司伟创、智通、剑奇、红旗之一等也都在各自领域表现亮眼。换句话说， Acer 不再追求做最耀眼的品牌，而是做活得久、活得稳，还能持续创新的品牌。而这个转型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台湾品牌从做大走向做精的过程。回顾 Acer 的故事，从1976年那个在出租公寓起家的工程师团队，到今天活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的品牌，他们证明了一件事：科技不一定要浮夸，但一定要真实；品牌不一定要最大，但一定要走得长远。也许你今天的笔电不是 Acer， 但你的朋友学校办公室总有一台，而这就是 Acer 默默存在但从不缺席的证明。讲完这个故事，或许你会开始重新审视，那些低调的品牌其实也很有故事，而这些故事正是我们这个频道想告诉你的。好啦，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见。